好，我是小米。这次收到 Maybelline 的邀请，要来跟你们分享他们3月出的新品，叫做眼技派 XXS 肌瘦款眼线胶笔。那因为这个是最新的新品嘛，但是如果单独介绍它，就会有一点点稍显单调，所以我今天想说用一个比较带点教学的方式跟大家分享，就是2个眼妆画法，一个是比较适合内双眼皮的，另外一个是比较适合双眼皮的眼妆画法，提供给你们不同的眼型的人参考。那我后面会搭配一些其他 Maybelline 家的产品，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它外形的部分。首先，这款眼线胶笔呢，它的管身会比一般的眼线稍微更细一点点，然后它的配色是做桃红跟黑色，比较有点摇滚的感觉。然后打开来之后呢，它是这样旋转的方式。那它比较特别的是，它转出来之后就没有办法再转回去了，所以你记得每次转出来就是长度不要太长，大概1公里左右，因为它的本身这种眼线胶体的笔比较软一点，如果你转太出来的话，你画的时候就很容易断掉，所以这点是要特别注意的地方。再来，这款眼线胶笔呢，它总共有出2个颜色，一个是黑色，一个是深棕色。那我今天会为大家示范的是黑色的眼线胶笔，它最大的特性就是它的笔头非常的细，只有1.5公厘，所以方便你在画眼线的时候比较好去掌控那个线条，然后不会这样粗粗一条在眼睛上。再就是它的眼线胶的特性，它是比较柔滑胶体，所以你在画的时候它会比较滑顺，好画开。你会发现它非常的好画，这个角度有点难瞧，所以你看它就是这样子。很滑顺，可以画出滑润细致的线条。再来就是它也有设计抗晕薄膜配方，所以它是主打有防水、防汗跟抗晕的效果。那今天呢，我就会使用这款最新的眼线胶笔，还有搭配他们家的时尚伸展台定制12色眼彩盘，摇滚时尚，还有挺浓俏 U 型防水睫毛膏，还有搭配2款唇膏，一个是极湛色柔雾花蜜唇膏，另外一款是极湛色纯真轻狂保湿染唇露。好，名字有点长，那我就会使用这些彩妆品来完成2种眼型不同的眼妆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第一个呢，我们来画适合内双眼皮的眼线。那内双眼皮的特色呢，就是眼褶的宽度本身比较窄一点点，所以你要掌握的重点就是保留越多的眼褶空白是越好的。很多人会想说，我想要让眼睛看起来大一点，是不是眼线画得越粗越宽越好呢？其实是错的，因为你如果把眼褶整个都填满眼线，第一个是你的妆容效果不会好看，第二个是其实反而会让你的眼睛视觉上看起来更压缩更小。所以说内双眼线的重点呢，就是强调眼头跟眼尾的位置，然后中间的眼线尽量就是以内眼线跟靠近睫毛根部为主，然后保留越多的空白越好。首先呢，我们使用指腹沾取珠光浅粉色去填满整个眼窝，再来使用眼影刷去沾取浅褐色，刷在眼窝1/3到1半的区块，来提升眼神的明亮度。接着呢，我们使用眼影棒的尖端去沾取紫灰色，沿着睫毛根部描绘细细的一条就可以了，提升眼神的深邃感。记得眼影的宽度不要太宽。画眼线前，我们先把睫毛夹翘，再来使用指腹稍微把上眼皮轻轻的提起来，用眼线胶笔去描绘隐形的内眼线。喜欢淡妆的人到这个步骤就可以出门喽。接着靠近眼头的部位开始，沿着睫毛根部稍稍加粗眼头，范围大概是到眼中约1/4到1/3的外眼线。直接从靠近眼尾1/3处往后拉长约8公厘的长度，再从眼尾往后延伸，与刚刚的眼线结合吧，并且把它填满。觉得不够黑或线条不够平整的话，可以稍微多修饰几次，这样就可以完成眼线的步骤。最后用轻点的方式把中段睫毛根部填补完成。使用睫毛膏以垂直的刷法，由根部往末端轻刷上睫毛。眼妆的部分这样就完成喽，看起来非常的干净清爽。唇膏我们配合眼妆使用法式裸色花蜜唇膏，这样就完成适合内双眼皮的妆容啦。再来第2种呢，是适合外双眼皮的眼线。那其实外双眼皮算是眼睛条件最好的一种状态，所以说眼线的限制会比较少一点点，变化性也比较多。那其实你双眼皮重点就是跟我刚刚强调的一样，也不要画满整个眼褶，所以说你的眼线的粗细掌控度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你使用的是比较粗的眼线笔，那你使用的技巧不够纯熟的话，你眼线就很容易会填满
整个眼褶。所以说双眼皮的画法就是你画了一个内眼线之后呢，你可以闭着眼睛，然后沿着睫毛根部画出细细一条外眼线，然后再慢慢往后勾勒画出眼尾，这样就可以画出非常漂亮的外双眼皮的眼线了。同样使用指腹沾取珠光浅粉色填满整个眼窝，眼影刷也是一样，去沾取浅褐色，刷在眼窝1/3到1半的区块，提升眼神的明亮度。再来使用眼影棒去沾取紫灰色，从靠近眼尾的地方下笔，慢慢的往眼头延伸。画出漂亮渐层眼影的关键其实就是越靠近眼尾的地方颜色越重，然后周围的部分呢，你可以使用眼影刷去晕染，把界限模糊，看起来更加自然。使用眼影棒的笔尖，同样沾取紫灰色，从下眼皮大约1/2处往眼尾描绘。那记得越靠近眼尾的宽度越粗，形成一个7字形。同样把睫毛夹翘，用手指稍微把上眼皮轻轻的提起来，用眼线胶笔描绘隐形的内眼线。眼睛闭上之后呢，用指腹轻轻的先按压上眼皮，保持在越平顺的状态越好。沿着睫毛根部描绘，记得是先从眼中开始，慢慢的往眼尾，再从眼头到眼中这样的顺序。接着稍微把上眼皮提起来，用轻点的方式去把睫毛根部的缝隙通通填满。最后再从眼尾开始30度角往斜上方画，再从末端的位置往回拉，与外眼线连接起来。接着呢，把眼尾的空隙填黑填满，记得这边都是要用手指去辅助，让你眼皮稍微变得比较紧绷一点点，这样会比较平顺好描绘。同时把上睫毛跟下睫毛刷出根根分明的感觉。眼妆的部分就完成喽，看起来非常的炯炯有神，我自己很喜欢这个妆感。最后因为眼妆已经很显眼了，所以我们使用软唇露沿着嘴唇中心涂抹，再稍微抿一下，去呈现自然的咬唇妆感，这样就完成适合双眼皮的妆容啦。好的，那最后帮大家总结一下这款眼线胶笔的使用心得。那我先说说优点的部分好了。它的优点呢，我觉得第一个是它的显色度非常好，画在眼睛上是可以画出很浓黑漂亮的眼线。再来第二个就是它的持久度还不错，我这样画出门一整天呢，它是可以维持还蛮完整的妆容。再来它主打的防水、防汗跟抗晕效果呢，我觉得如果你没有定妆，加上你眼周是容易出油的话，它还是会有一点晕染的情形。但是如果你做好定妆的话，它其实抗晕效果是算还不错的。那如果你是本身眼尾这种眼周比较容易出油的话呢，记得就是眼尾尽量能避开就避开，不然就是你这边一定要做好定妆，这样眼线就可以维持很漂亮一整天。再来也要提到，我觉得这款眼线胶笔稍显不足的地方，第一个是因为它是主打超级细，所以说它的笔头换算它的价格跟一般的眼线笔呢稍微会贵了一点点，但是因为你追求是那个妆效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是我还可以接受的。再来第二个是，如果你去开架试色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它在手上非常的滑顺好画，但是你在眼睛上呢，因为你的角度还有眼皮的有一些皱褶的关系，它的流畅度没有办法跟手上表现一样那么的完美，我会觉得它是稍微有一点点落差的，但是还是可以画出漂亮的眼线，只是说你可能要多描绘几次。再第三个是你在画内眼线的时候，因为内眼线有时候可能会有泪液分泌，或者是它眼皮比较油一点，它在画的时候如果角度没有调好，有时候会有一点点难上色，但是我可能画了10次才会遇到1次这样的问题，但是因为我遇过，所以还是提出来跟大家做分享。那很多人会想说眼线笔跟眼线液使用的差别，那我觉得它上起来的妆感其实是不太一样的。眼线笔基本上会比较适合新手，就是眼线入门的人，但是因为市面上眼线笔都比较粗一点点，所以你没有办法画出很利落漂亮的线条。那眼线液虽然细呢，但是它的线条会稍微比较生硬一点，因为它会比较锐利，加上因为它的笔尖真的太细了，所以对于新手来说也比较难控制。那我觉得它就是有折中这2款的优点，就是说它细，可是它又是眼线胶笔，所以说我还蛮推荐，就是新手如果你想要学眼线的话呢，可以从这支眼线笔来下手。OK， 那希望你们会喜欢这次的分享。那如果有任何问题或是想看的主题，都非常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。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别忘了帮我按个赞，然后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，可以点这边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啦，拜拜。